有缘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普通人身上是否存在封印呢？如果把封印理解为限制我们发挥能力的束缚，那么普通人身上确实存在着各种封印。今天我们就来详细探讨普通人身上最重要的封印，学会如何打破它，释放自己的潜力。看完这些内容，你会明白为什么我们身上存在封印却浑然不知，这些封印又是如何限制我们发挥能力的。首先让我们回想一下曾经让我们开心的时刻，你曾因为什么而感到快乐呢？也许是得到财富、爱情、权力、关注、尊重、认同、赞扬。那么让我们再想想让我们悲伤的时刻，同样的可能是失去财富、爱情、权力、关注、尊重、认同、赞扬。发现了吗？你或许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，但实际上从未真正独立过。不知何时开始，我们就被外界剥夺了自主性，将自己与外物紧密联系在一起，成为外物的附庸，甚至失去了独立性。这就是我们身上重要的封印之一。我们的灵魂被束缚在外物上，外物的变化决定了我们的变化。获得爱情，我们开心；失去爱情，我们难过；获得财富，我们开心；失去财富，我们难过；获得权力，我们开心；失去权力，我们难过。正因为这个封印的存在，我们一次次被物化，成为外物的奴隶。外物的变化决定了我们的命运。潜意识中，我们不自觉地将自己与外物等同起来，因为美好的爱情让我们快乐，所以我们认为人生就等同于美好的爱情。因为可观的财富让我们兴奋，所以我们认为人生就等同于可观的财富。顺利的职业生涯让我们得意洋洋，所以我们认为自己的人生就等同于成功的职业生涯。人生就像一段顺风顺水的职场经历，但外部环境常常变化无常，起起落落。我们常常随着外部环境的波动而情绪不稳定，反复烦恼和焦虑。更糟糕的是，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外部环境的奴隶。当情绪起伏不定时，我们感到无所适从，四处寻找解决办法。专家建议我们学会放松心态，学会把注意力转移，学会对得失看得更淡。我们按照专家的建议去做，有些效果，但过一段时间后，情绪暴风雨又会不断来袭。这些方法治标不治本，因为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，我们身上的封印仍然坚不可摧。我们可以短暂地逃避它，但只要不冲破它，就永远无法走出情绪的泥沼。这个封印实质上是把我们和外部环境粗暴地捆绑在一起。要打破这个封印的关键是主动地解开与外部环境的绑定，打破传统的认知定式。许多人没有意识到，每个人实际上都是被封印的生命，被困在三维世界中。解开封印，我们就能翻身冲天。要如何打开身上的封印，唤醒潜在的能量？
让自己的能力突飞猛进呢？一只小麻雀展翅的瞬间，有了凤凰的气魄，雄鹰的姿态，就像自己变成了凤凰和雄鹰的模样。世界上没有平庸的人，是我们让自己变得平庸，就像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深度发现和挖掘自己。每个人都是被封印的生命，每个人内心都蕴藏着巨大的能量，只是被封闭起来。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，其实就是打开自己的封印，觉察自己的身心。一旦找到内心那股原始而巨大的能量，我们就能翻山越岭。麻雀虽小，也有雄鹰的志向。那么作为普通人，如何找到自己的神性呢？三维世界最大的限制是时间。历史上有2个人发现了摆脱束缚的方法。第一个是爱因斯坦，他说超光速可以让时间倒流，时间倒流后三维世界就会崩溃，我们就能逃离三维世界。有才华却不自大，所以要想拥有神秘感，首先要有无忧无虑的心态。要拥有无忧无虑的心态，就必须活在当下。活在当下就是抓住现在，不被过去所困扰，不为未来所担心。只有这样，时间才会停止，人才能逃离三维世界的限制。所有伟大的成就都来自高维度空间的启示。要达到这种境界，首先要放下固有的认知。认知是思维的桎梏，学习知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成为认知的奴隶，而是构建更开放的思维模式。因为只有摒弃认知，才能拥有无忧无虑的心态。只有拥有无忧无虑的心态，才能拥有神秘感，才能从高维度空间汲取能量，创造出惊人的成果和成就。要实现非凡，就要把知识转化为行动，让才华自然流露，美貌自然绽放。只有这样，人才能拥有无忧无虑的心态，达到神秘感的境界。有才华却不自大，这就是一种无忧无虑的心态。这样就拥有平常心，不会被自身条件所限制，可以超越自己。明明很优秀，却从不自我膨胀。带着这种心态生活和工作，所有烦恼和束缚都不复存在。李小龙练武如此，达芬奇画画如此，李白写诗如此，王羲之写字如此，特斯拉从事科研也是如此。他们取得惊人成就的原因，就是把自己变成了渠道，链接了高维空间。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发明和创新，都是高维空间对三维世界的馈赠。但只有身心俱空的人才能链接到那种高维度，并从中吸取能量。道德经中说，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。意思是让我们的身心达到无比平静虚无的状态，就可以看到宇宙的奥秘运行。修行者经常打坐禅修，就是为了链接高维度的能量，到了一定阶段就能实现坐忘。坐忘就是渠道的状态，这时身心都是空无的，
能量自然流入，灵感也会涌现。渠道的本质就是佛家所说的空性，儒家称之为中庸，道家称之为无我。心经中所讲的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不生不灭，就是这种空性。没有起心动念就能实现永恒。忘记自我，忘记学过的方法，忘记目标，全神贯注于当下。这时我似乎消失了，技巧也消失了，一切只有当下，甚至连当下的心念都没有。孔子发现了一个管道，叫做中庸，就是不偏不倚，没有立场，没有偏见，完全摒弃了个人私心。这是儒家修行的最高境界。老子发现了这条管道，叫做无为。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在摒弃个人利益后的行为，没有个人观点，没有个人情感，完全按照规律去做事，完全融入大道当中，就会所向披靡。只有把自己变成管道，才能体会那种空无的美妙，才能放下一切执念，全然活在当下，享受内心的流淌。庄子说，事于深者天机浅，那么事于浅者就天机深，就可以剥离人性，从而接近神性。只有当那个自我消失了，真我才能显现。这时的人体就像一个超导体，进入心流状态，高维能量就流淌进来了。不要缅怀过去，也不要担忧未来，全然活在当下。这时的人是流淌的，内在的神性就被激发了，这样才能创造奇迹。这时的人根本不需要创作，只需要尽情流淌，伟大的作品就被挥洒出来，就仿佛有某个神秘的力量推动着我们做事，这也叫如有神助。所以封印让人痛苦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惯性，想要彻底冲破封印，你就必须通过修行打破原有的认知惯性，不断地告诉自己，外物的得失决定不了我的情绪，我有更多的自主选择，我是自由的。一段时间后，原有的惯性就会被新的惯性取代。当新的惯性建立之时，也就是你冲破封印之时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世界焕然一新，一切都充满了希望。你的情绪从未有过如此的稳定，在这样的心境里，你做什么都心无旁骛，每一分每一秒都让你格外享受，潜力得到充分发挥。那些曾经驾驭你的身外之物，反而会不由自主地被你奴役而来。我们都生活在三维世界里，唯有把身心变成管道，才能从三维世界中越狱，接近身性，一飞冲天。那么究竟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被这个封印困住了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回想一下你在什么时候最开心，或者是什么让你感到开心。所谓封印，就是那些限制。你的成长有限，智慧有限，格局有限，所有东西都有限。如果你能解开这个封印，就能迎接无限的可能。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是，你在什么时候最不开心，或者是什么让你感到不开心？对比一下这两个问题，你就找到了答案。
无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，都源自我们的感官六根眼耳鼻舌身意。我们看到什么开心，听到什么开心，闻到什么开心，吃到美味的东西开心，甚至我们的意识反过来也是一样。你开心是因为它，不开心也是因为它。当我们被封印时，不管开心还是不开心，都逃不出这个封印。这6个感官可以叫他们6贼。记得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灭了6贼吗？眼看喜，耳听怒，鼻嗅爱，舌尝思，意见欲，身本忧。这6个贼既可以是孙悟空的，也可以是唐僧的，因为那时候他们都还没成佛，所以6贼一出现就会被消灭。孙悟空毫不犹豫地解决了他们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6贼，没有他们，我们根本无法体验生活。也就是说，6贼一直在我们身上，他们决定了我们的喜怒哀乐。这个封印有先天的，也有后天的。先天的我们先不讲，先说后天的封印。后天的封印就是6根。如果你在6根里，当你认为你看到的就是真相时，你就被你的眼睛封印了。眼睛本来是2只，一进一出，平衡得很。但当你打破了这种平衡，你就把自己封印了。你以为你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，比如看到你老公和别人吃饭，你只看到了表面，但如果你把它当作真相，认为他们对不起你，那你就是被眼睛封印了。眼睛只是让你看到，并不是让你去判断。佛教里讲，进入清净之心时是没有判断的，所以无论是恶人还是善人，都有可能成佛。但如果你去判断了，比如一个人罪行累累，你可能会觉得他不可能成佛。当你只看到一面，另一面就被你封印了。耳朵也是一样，听到打雷就认为是下雨，这是我们的惯性，或者说是被植入的信息。雷声和雨并不总是相连的，这只是3维空间给我们的信息。所以当你只听到一面时，另一面就被你封印了。封印就是我们认为一定有一个答案，不管体验什么，都认为有一个结果。鼻子是用来闻的，闻到臭味，身体就会有反应。我们都不喜欢臭味，喜欢香味，但当你接受了美和丑，就没有香和臭之分了。有些修行者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中修行，忍受疾苦，才能明白极乐是什么。极乐和疾苦是相对的，他们在修行中不把苦当作苦，不把臭当作臭。其实我们吃的食物最后都会变成排泄物，你排泄的是什么？哪怕你每天在家，也为地球做了贡献。为什么我们得行动了才能产生物质呢？你有没有试过在家里坐着，东西就突然冒出来了？不可能吧？你得经历过一些浊气，才能创造出食物。有些人觉得自己很清高，不需要钱，不需要物质，不喜欢钱。但当你这么想的时候，你就永远跟钱沾不上边了。钱这东西就是在不那么高大上的环境中产生的。我们的身体
我们的重量都是浊气，浊气让我们能待在这地球上。当你身上一点浊气都没有了，那也就意味着你的生命结束了。为什么我们临终的时候身体会越来越轻呢？为什么人到快死的时候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呢？吃5口饭就吸1口浊气，地球上长的东西都有浊气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脸上长痘痘是正常的。浊气没有所谓的香和臭，香味进来时是在刺激我们身体的器官，臭味也是一样，它在打通我们身体的器官和经络。香味和臭味都是气味，不是吗？如果不是，你怎么闻到的？我们的鼻子就是用来闻的，但当你鼻子太敏感时，你就被封印了。鼻孔是一进一出的。人为什么有2只眼睛、2只耳朵、2个鼻孔？因为需要平衡。嘴巴呢？我们为什么只有1张嘴？喝口水再吐出来，这里头有个道理。我们说话时其实是在释放，喝水时是在接收。水喝得越来越多，再去说话也是在释放。我们的嘴巴、眼睛、鼻子、耳朵都是相通的。古时候有些刑法把气孔堵上1个或几个，你会发现任何地方都可以进水。坐火车过隧道时，耳朵会突然响起来，听不到声音。坐飞机也是这样，这时候你可以张开嘴巴，或者吞一下口水，你会发现7窍都通了。也就是说，7窍是互相影响的。你听我说话，同时眼睛也看到我了。下次见到这个人，你说这个人很坏，你也进入了这种印象里。我们的6识都可以形成印象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体验印象，经常去投射。有人说，投射是由高维向低维的，3维空间就像一面镜子。那么镜子是什么呢？这个杯子里的水是怎么进去的？装进去的。在3维空间，是你的身体在投射，你的6识在投射。当你特别喜欢说话，形成造作时，什么叫造作？就是我说话时，不管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，或者我经常说假话。什么是假话？比如我现在在给大家分享，这时候有人给我打电话，我不想被打断，于是我说我在外面吃饭，这是假话。我完全可以实话实说我在分享。当你经常造作时，你的嘴巴也被封印了，被你的见识封印了，然后就会形成业力，业力形成轮回，轮回就会形成2元对立，你的相就会越来越多。喜欢说假话的人，一生中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工作，都会经历一连串的事情，甚至被人欺骗，结交的都是一些不好的朋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造作。当你不想说话时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怕你说出去的话会不会对别人有影响，说的是对还是错。当你这么想时，你是受见识的影响，见识也是你的经历，有见才有识，你识别了好坏，所以你不敢去说，又进入了你的封印。舌长思，思是思念，
尝到美味的东西，过段时间还想再尝，但我们觉得好吃的地方，一定也有不好吃的地方。好吃的不是吃的吗？不好吃的不是吃的吗？当你因为喜欢而经常吃一种东西时，你会吃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开始就已经体验过最好的了，以后还有什么巅峰呢？你怎么成长？我们来这三维空间，来地球上体验的时候，你不能一下就体验完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还得慢慢来？不然还能有什么收获呢？慢下来才能让东西真正进入你的身体，不是只装进你的头脑或者是你的见识里，得装进身体里，这样才能提炼出精髓。就像我们吃东西，不也是在提炼精髓吗？无论是荤的还是素的，都会在身体里转化成能量，滋养我们的器官和组织，这道理不也是一样的吗？所以当你尝试一样东西的时候，别急着给它下一个定义。如果你不急于下结论，那它就永远是个谜。身体是触觉，当你去触摸别人，或者别人触摸你，那就是触觉。眼耳鼻舌身，为什么身体排在最后呢？身体在控制我们的器官，控制我们的六识。眼睛不能一直睁着吧，当累的时候眨一下。当我们想要远离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的脚步、目光、耳朵都会自然而然地做出反应。如果我不喜欢一个人，就不想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，不想看到他，不想闻到他的气味。所以感官是由身体来掌控的，感官的封印也就是身体的封印。身体让我们去体验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，只有当你与他人有共鸣时，你的身体才能接受。如果你与一个人的理念、价值观不同，你会愿意与他共事吗？很难吧，因为我们的身体会排斥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。身体既会排斥人，也会接受人。同性相吸，异性相斥，男女在一起时，就能产生无限的创造力。斥也可以理解为接受。当我们接触异性时，需要时间去磨合，就像电一样，在磨合，在融合。当你排斥的时候，创造力就没有了。脉轮也是这样的，当你排斥异性时，你的创造力在哪？你的活力在哪？身体是我们的整体，它代表了我们的眼耳鼻、血液、毛孔、毛发、皮肤等等。你学到的所有东西，都是为了让你像大海一样容纳百川，最终归一。你就像一滴水，但同时你也可以是一片海，依旧是你存在的根本。我们的身体就是在不断地进行融合，融才能合，排斥就会散。你排斥什么，什么就会散开；你融合什么，什么就能合在一起。我们的身体就是来帮助我们融合的，所以你得容纳你的家庭，容纳你的关系，容纳你的财富，外面的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容纳。如果你只会排斥，那就等于你把自己的身体给封印了。当你排斥的时候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舌头都会跟着排斥，
这就是我们的身体，而意则是掌控身体的那股力量。所以眼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中意排在最后，它掌控着身体，身体又掌控着我们的感官。练武的人常说一道气道，气就是身体里的气。当你给身体一个指令，你身体里的血液、器官、气息都会相应的行动起来。比如你现在做冥想，99归一，如果你的身体通透，一下就能吸收。当你吸收的时候，是谁在掌控？有时候我们会被自己的潜意识所控制，潜意识掌控身体，从而掌控我们的行为，掌控我们的感官。意识之后还有一个识，一切识都是因为有识别，有识别就会有好坏。当你的意识开始识别，身体就会给出好坏的标准，好坏的念头和投射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你做的一些事情，可能并不是因为你想做，也不是因为你必须做，而是因为你的意识在掌控你。意识把你局限在这里，但是念头呢，已经超越了意识。所以如果你想要连接你的高维意识，想要拥有神性，想要连接神通，你就得让自己的念头无形无相，不被局限。人之所以被局限，是因为你不敢让自己尽情地去想象。意之所住，念之所在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一些行为是怎么来的？真的是你的大脑给了你信息，你才去做的吗？意识比大脑更快，意识掌控大脑，大脑控制我们的身体。大脑里有细胞，有神经组织。我现在动一下手指，身体里的神经组织动了没有？动了。这个动来自哪里？是大脑传递过来的，而大脑是因为我的意识给它传递了信息。心经里讲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为什么？因为眼、鼻、舌、身一直在三维空间里，但人生下来就不只是三维，否则你就只能做有限的事情了。我说你只能做乞丐，你真的只能做乞丐吗？我说你只能做一个搬运工，你真的只能做一个搬运工吗？所以眼耳鼻舌身意的封印来自灵魂，有7种障碍使人不能清醒过来，分别是认同、内在顾虑、想象、说谎、表达负面情绪、说话太多、肌肉紧张。认同，认同是最细微的障碍，相当于佛法说的执着，是指我们全神贯注于事物中，而迷失于其中。从我们一出生开始，认同就渗透到我们的认知系统里，我们太习惯于认同而把它视为天经地义。不认同就是禅师所说的以本来面目看待万事万物。对付认同的方法之一是保持双向的注意力，既知觉到我的存在，也知觉到对象的存在。内在顾虑，内在顾虑是一种对别人的认同，它是指我们觉得别人给予我们不够，对我们不够重视，对我们不够好，别人老是欺骗我，这些感觉的出发点都是我
所以一个人不断替自己辩护，对应内在顾虑的是外在顾虑。他需要某种程度的自觉，去体谅别人的难处，体谅别人的弱点，替别人着想，注意别人的感受。想象。想象是指不受控制且没有结果的想象，不是对某个问题做有意识或有意向的思考，也不是只在心里想象某个东西。想象消耗我们很多的能量，有时也把思想引至错误的方向。人喜欢想象自己拥有其实没有的能力，这些想象占据我们的生命中许多宝贵的时间。不受控制的想象就是妄想纷飞，对症的方法则是停止思想。说谎。说谎在第4道里是指谈论自己所不知道的事，甚至无法知道的事情，谈的就好像自己知道一样。人不认识自己，也不认识世界，对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。然而人对每件事情都有种种理论见解，这些都是谎话。我就是最大的谎言。平常的谈话可以称之为谎言的交流，因为人们谈的都是未经自己验证的事情。知道自己的无知才是智慧的人。认识自己要从发现自己的无知开始。当你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的时候，就是在修行道上踏出重要的一步了。负面情绪。负面情绪是指一切激烈或消沉的情感情绪，例如自怜、自卑、愤怒、猜疑、恐惧、烦恼、厌倦、嫉妒、记恨、抱怨、发牢骚。表达负面情绪是最浪费能量的一种形式。一个人有可能在大发脾气之后就生病了，所以不表达负面情绪成为第4道里非常重要的功课。负面情绪与想象有密切的关联。通过诚恳的自我观察，你将会发现许多负面情绪都是来自想象。如果人能够保持记得自己更久一点，他就不会让这些负面情绪有诞生的机会。如果不把负面情绪表达出来的话，累积的负面情绪会转变成毒素，对身心都会有坏的影响。但是表达负面情绪对于灵魂进化没有帮助。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转化负面情绪，而不是表达。我们所能做的是尽量不要表达，尝试以记得自己来转化这些原本会被负面情绪浪费掉的能量，帮助你的记得自己更深刻、更持久。同时多学习情绪管理、人际沟通的技巧，可以减少许多摩擦，降低负面情绪产生的机会。此外，清理过去的心理创伤是有必要的。通过心理治疗、催眠治疗来处理心理层面的问题。尤其重要的是，你必须认识、体会到负面情绪完全无用这个事实。说话太多。说话太多是一种浪费能量的机械性行为。说话本身无害，但是机械性的说话、没有意识的说话，都只会发生在忘记自己的时候。人总是喋喋不休，却不曾真正意识到，当我们起心动念要说话时，
尽量注意到这些话是否有必要说，是否对人有益。如果是的话，要怎么说才能把内容表达得清晰、精准、生动，让对方易于接收我们的信息，减少失真。有意识地这样练习一段时间以后，就可以改变既有的说话模式，成为可以能言善道、言之有物，也可以宁静沉默、专心倾听的人。7. 身体不自觉的紧张。身体不自觉的紧张是我们能量损漏的一大缺口。我们总是经由不必要的肌肉紧张，消耗比实际需要更多的能量。从能量的角度来看，修行就是能量的经营。有意识的使用能量是一种投资，机械的使用则是无意的浪费。我们的能量有限，所以要像精明的商人一样，善用仅有的资本。如果一个人有太多的肌肉紧张，就算他什么事也不做，甚至躺着不动，他所耗费的能量也会比整天劳动的人还多。请从没有多余的动作、没有多余的紧绷来对付不必要的肌肉紧张。放松身体，消除紧张，是最容易修补的漏洞。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下手，并且立刻获得益处。生命之所往叫生命，是因为生命可以体验一切，前提是接纳一切。生命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创造。如果你不相信别人可以创造一切，你也不会相信自己可以创造一切。你在哪里有局限，你就会处处局限。当你做到全然的允许，你会发现生命的美妙，灵魂的美妙，封印就解了。你对任何东西，但凡有点偏见或局限，你就不能去接纳无限，接纳一切。为什么？你本身是一个圆，但是你这个圆中有一个地方缺了就是你不能去接纳某个东西了，那么就一定会有缺陷。有人说我们的封印可以一层都不解，确实可以，除非你想当一个机器人。但是机器人真的就没有封印吗？机器人是谁来控制的？是人。所以哪怕你是想做一个机器人，你也在道之内，你也被封印了。我不开启，电脑能开启吗？所以封印的这把钥匙就是全然允许。有些人说做不到，做不到很正常，因为你把自己给局限了。你需要更多的知识、智慧。为什么我们要链接别人？如果一个东西让你形成了判断，当你再去接受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又是另外一个判断了。所以我们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人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独到的智慧和经验。有句话叫成功是不可复制的。为什么？经历不一样，环境、时间、能量都不一样，怎么复制？做到全然允许，你就链接到了生命的本质。这其实也是我们要修的，允许我们全然的活着，允许我们全然的接受。每个人给你的东西都会有两面性，你只需要取其精华，去融，融才能合，合才能一。所以全然的允许就会找到你自己的钥匙。做不到很正常，不要去贬低自己。做不到是因为你现在的体验就在这个阶段，这个时候
就算有佛来给你灌顶，你也只是在这个阶段，因为你没有接纳，没有悟。每个人都需要悟。你说人是个人，如果你觉得人是个人，那你何必要有心呢？为什么要有灵魂呢？你的心和灵魂就是让你来改变的，心就是你的 CPU， 它就是来平衡你的。人字怎么写？一撇一捺，也就是说是个人就有对错，要么在左，要么在右。但是你没有明白人在哪里，把人放在空中的时候，你还是不是人。只有你落地的时候，在三维空间的时候，你才是个人。人里面也有心，也有灵。你为什么做人？因为你要链接智慧。为什么要封印？因为你要体验触感，这是你做神链接不到的，是你做神感受不到的。神不会去同情你的。有些人去求神拜佛，为什么没有效果？作为神，他为什么要同情你？他的频率在1000，你的频率在300、200，甚至是负数。他为什么要降低维度来同情你，帮助你？当你的频率上升的时候，你不就和他在一块了吗？所以你即是人，也是神，也是佛。你为什么只把自己当个人呢？你只把自己当人的时候，你不就是远离了那些动物吗？那些动物不是生命吗？你的房子，你周围的一切物质是什么？不是和你一体的吗？全然接受就是全然的接受一切，不只是你的行为。三维空间一切显现的、不显现的都去接受。知道与悟道的区别是，有些人知道，但是他会去分别。人跟仙的区别在哪里？人是需要吃五谷杂粮的，仙不需要。仙字怎么写的？一个单人，一个山，所以仙也是人。见山是山，见山不是山，见山还是山人，是我们的习性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所有体验。仙是你的一股气，是返本归元，从后天返先天。道家就告诉我们怎样成仙了。后天返先天，复归于婴儿。什么叫顺为人？人是在道之内，既然人在道之内，你是不是要顺道？你成仙是什么？逆不是让你去叛逆，不是让你去反着做，是让你明白你本身是个人，但是你不一定非得只做人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创造物质，一定要围着锅碗瓢盆转吗？你要回到你的呼吸上面。修行顺道就是我们要接近规则。你不接近规则，你能知道规则是什么吗？接近规则就是我们的体验，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接近规则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体验。接近规则，你才能了解规则，才能了解事情和变化，才能更好的去体验。了解规则才能融合规则，创造规则。规则就是道。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为了找到自己的道。你是仙就一定是道吗？现在是一个无神无仙的世界，道本身就是规则，规则就是变化。道德经里面讲道可道，非常道。这个道可以理解为我们每个人要行的道，也是规则。非是什么？是可以变化的。
也就是说，这个道是可以变化的。你找不到的时候，你就永远不能理解到。你要找到自己的道，才能创造规则。这就是今天讲的。相信有的人可以做到，有的人做不到。做不到是因为你们体验太深。你所有的体验，当你只把它当做一个电影，一部手机，这部手机你今天用了，下次还会换新的，它会走，它不是真实，你就不会那么去纠结了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学会感受生命的本身，远远比为不重要事物困扰更重要。留下全然接纳一切6个字。愿你隐身于繁华都市的静谧之所，看得见心的宁静，遇见生命本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